如果你到日本旅游，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想富士山、北海道、京都这些都会是热门答案，但是我等阿宅肯定还会加一个选项，那就是秋叶原。事实上，当初我来日本的第一天是处理入学手续和宿舍入住这些，第二天就去了秋叶原朝圣。作为御宅族圣地而著名的秋叶原，其实是秋叶原电器街，这里曾经遍布着电器店、电脑配件店这些，深受电子产品爱好者的喜爱。后来动漫游戏和美少女的热潮从这里开始兴起，女仆咖啡厅也一度遍地开花，使之一跃成为了代表日本的著名文化地标之一。不过近年来，秋叶原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御宅族论坛上总是被说徒有虚名，阿宅来的越来越少，连整体的顾客数量也在大幅下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哦。秋叶原这个地方以前本身只是个居民区，6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开始普及电视、冰箱和洗衣机，当时被称为新时代的三神器。机缘巧合之下，秋叶原成为了这一时期家电、电子零件和电子软体的日本黑市代表，这才成为了繁荣的商店街。然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整体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电子市场也进入了卷死他人自己才能活得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小岛电器这种大型家电连锁开始开设巨大的商场，并且提供几乎亏本的价格，希望以此度过艰难时期。因为经济不景气，这种超低的价格和完整的品类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迅速吸引了大量顾客。那在秋叶原广泛存在的小型电器店，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做不下去了。不过秋叶原也发现了另一个经济下行时期的好生意，那就是改做电子发烧友们的生意。一方面有这种兴趣的人不太容易被大型商场的名字吸引走，而且他们即使自己穷也愿意在此花钱。其次，这些电子零件很多也能用于自己动手的家电维修，反而是经济下行期的增量市场，这使得秋叶原作为商店街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那些专攻各类电脑和专业电子零件的店铺，精准命中了发烧友的需求，一下子又吸引来了大量电子爱好者。这时秋叶原才真正成为了发烧友们的圣地。然后其实当时电脑发烧友和动漫游戏宅两个群体的重合度真的是挺高的，御宅族也开始把秋叶原作为一个聚集活动的据点。发现了这一现象的秋叶原商店主们就有一些转向了专门吸引阿宅属性的发烧友。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秋叶原中以美少女游戏和动画为主题的软件店铺越来越多。当时动漫游戏宅，尤其是喜欢美少女角色的阿宅，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受歧视的。秋叶原里有这些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店铺，对于阿宅们而言十分的不容易，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喜欢电脑游戏的御宅族们的核心根据地。看到这一情况，各种动漫游戏产业和偶像产业的业者也发现了商机，经常在这里开展活动。秋叶原进一步成为了各种小众爱好、小众偶像的粉丝群体的活动地区，从此不再仅仅限于电脑、游戏、动漫手办等等各类商品都不断的涌现，秋叶原成为了我们印象中繁荣的二次元商店街。21世纪之初，秋叶原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那就是 AKB48 选在秋叶原开设剧场，这也是相互成就。从全世界的受众来看，当时日本的宅文化和 AKB48 都处于鼎盛时期。年轻的观众恐怕不知道，以前 YouTube 是有给 AKB48 单开主题页的，而动漫文化当时也正处于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时期，主要是火影、海贼王和死神大热嘛。后面称得上全球流行的动漫，我的英雄学院感觉影响力还是差了不少。鬼灭之刃可能差不多吧，但是持续的时间没有以前那么长。Anyway， 日本国内当时则有逆起的电车男热帖，使得只看动漫和玩游戏的阿宅们夺回了人权，日本也迎来了一次御宅族文化向大众普及的时期。这时才是秋叶原的鼎盛时期，宅文化甚至可以被称为秋叶原系，也终于成为了日本主流文化现象。秋叶原作为日本的文化符号之一，迎来了本国和海外的众多游客。我们现在印象中秋叶原的各种复合大楼，其实很多都是最近20年才建起来的。这是因为作为人流大站的秋叶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务办公需求。那时的秋叶原放眼望去，全是动漫角色的海报，各种大楼连留给光照的窗户几乎都全被这些海报给挡住了。这种情况大概维持到了2015年左右吧。因为事已至此，秋叶原也迎来了我们二次元常有的下场，惨遭出圈。因为秋叶原越来越有名了，不仅是发烧友，各种普通客户也常逛秋叶原买电子产品，自然秋叶原里也会有面向他们的店铺。有一段时间，你需要成为秋叶原高手，才能在秋叶原中找到真正的秋叶原啊！我相信你们听懂这句话了，中文很奇妙吧？
而且作为另一个主要客户群体的二次元阿宅们，又不像电子发烧友那样需要一定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动漫宅。加上商务大楼越来越多，实际上秋叶原的服务对象已经是普通上班族们了，只是大家都在这里假扮二次元的浓度。而这个过程，我相信某视频网站的婆罗门用户们肯定是懂的。两个萝莉看板娘永远都会出现在你打开网站的时候，但是网站的用户已经不再是曾经的群体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正如秋叶原大冒险之类的游戏的表现那样，秋叶原变成了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方便的地方。同时，发烧友们和高纯度阿宅也都知道自己需要的店铺和常去的集会会出现在哪些不显眼的店铺里。甚至Comic 期间都可以做到对普通游客的影响不大我觉得动态规划这门课程，与其去昆虫社会找算法的灵感，不如学习一下日本人的城市生活，这个是真的牛逼。然后对秋叶原生态造成最大的打击，其实是发生在2020年之后，主要是以美卢卡利为代表的日本二手交易 APP 的崛起。要想让电子发烧友们花更多的钱，那可真的是太难了。曾经他们为了便宜，即使是成品价格已经很低了，依然选择到秋叶原买配件，传自己喜欢的机器。秋叶原本身也是电子产品和二次元相关产品的二手交易集散地，现在网上买二手比秋叶原还要便宜，发烧友们也变得除非是急需才会到秋叶原的。像是最近秋叶原比较被质疑的二手随身 WiFi 的转售呀、1元手机的转售呀之类的，其实变成秋叶原商家们的大业务的时间点都没有离现在过了多久。之后2023年日本又出台了新规，重新限制了手机销售中的各种坑骗行为，其中也包括了1元机的玩法。于是事到如今，已经变成了秋叶原商家们的业务大半块的二手手机这项业务也变得艰难。加之2022年之后，日本通胀非常严重，严重到了打击二手市场的秩序。一个秋叶原二手电子产品的店铺网站上显示的某款手机二手价格变化趋势，2年前11万左右，现在还是11万左右。二手电子产品这种赚时间差的生意就变得很难做，很多秋叶原店铺的库存积压，这些东西当然是越积压越卖不出去了。电子发烧友的生意难做了，二次元的生意也没有好到哪去。女仆咖啡厅曾经是秋叶原的代表文化之一，并且由此衍生出了各种充满二次元风格的咖啡厅。既然风格迥异，就很难被动的做生意。各种店铺门口的可爱小姐姐们也是秋叶原的亮丽风景线。但是说到底，这种业态本身就很眼熟呀，其实不就是沿街拉客的陪酒酒吧的二次元版本？当然，正常的话，这种店铺不贵了，我们二次元还是好人比较多的。但是二次元又不是有什么门槛的东西，歌舞伎町呀、新桥呀这些地方的业者也发现了秋叶原的商机，什么业者你懂的。所以现在在秋叶原看到西装大汉，你也不知道他是当地上班的，还是 cos 谁的，亦或是某些奇怪业者。总之，这些人就从已经饱和的各种日本夜生活街道流窜出来，在秋叶原继续开展他们的利用女孩子拉客进行遏制诈骗行为的老生意。各种打着二次元旗号，实则提供低俗内容的居酒屋呀、概念咖啡厅呀、专门针对年轻女性的陪聊店呀等等，都在秋叶原大肆扩张。现在在秋叶原，你已经很难区分一个店铺是提供二次元服务还是风俗服务了。这些店铺的业者和顾客素质也不高，垃圾随意散落街头也成了常态。如今已经有些地方会把秋叶原归入风俗街了，治安也在不断的恶化。不过话说回来，竞争这么激烈的话，我倒是建议日本业者们别去秋叶原了，那还得给女孩们准备 cos 服装，多麻烦呀！不如学学中文，做房产销售、移民中介什么的。相信他们会发现，不仅和原来拉皮条时工作方式类似，甚至连衣服都还是那一套西装就可以了。总之被这些人这么一折腾，现在秋叶原是东京都内数得上号的脏乱街道。不信你在简体中文平台上搜索日本人也乱扔垃圾的相关内容，看看有多少的封面都是用了秋叶原的一些小巷子。这就越来越在御宅族论坛上引发二次元阿宅们的不满。是的，日本阿宅虽然给人身体清洁不好的刻板印象，但是意外的对于公共卫生是比较执着的一群人。外国人和游客太多也引发了阿宅们的不满。有调查机构说，秋叶原街上的游客和购物者中，外国人占了1半左右。很多阿宅都表达对在二次元店铺中充满外国人和现充感到不适，
他们自认自己也是比较容易被风俗店敲诈的一群人。总之得出结论，现在的秋叶原环境已经不适合发烧友和御宅族了。那客户少了，服务商也会减少，然后进入恶性循环。这2年，知名的同人志商店虎之穴关闭了包括秋叶原在内的5家店铺，动漫周边连锁店 Animate 也将原本秋叶原的2家门店合并为1家。这些作为不大不小的新闻，常常被解读成二次元产业的萧条。但是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二次元萧条，不如说是秋叶原转型的过程。实际上 Animate 在缩小规模的声明中就明说了，因为秋叶原当地的客群发生了超出预期的巨大变化，当地治安也持续恶化，不再适合他们在此开展过去那么大规模的业务了。那大型公司都敢直接明说这种话，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共识了。在论坛旅游板块中评价秋叶原时，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上次去的时候还以为是进入了贫民窟。也有人表示，巷子里都是垃圾，路边到处有人直接坐着，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很多外国游客的闹市区了，再也不像以前的感觉。更有人表示，秋叶原没有什么日本文化、二次元文化，有的只是外国游客们对此的空洞化的想象。甚至有回帖说，前几年在秋叶原开了动漫周边的店，完全经营不下去，看着人多，但是没有多少是真正喜欢动漫的客人。这种印象在各种阿宅群体中传播，大家自然慢慢就放弃了到秋叶原回家的习惯。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